Hello, welcome back。我們來聊一下小均垠的新書怎麼樣？我不行，這是要先經濟話題啊。哦，我跟你說，我們最近又在準備期了。我跟你說，你知道嗎？就是編輯有一天就因為你的書的編輯，對我書的編輯， Okay. 因為編輯有我全部的 schedule。對，然後呢，我覺得我的編輯非常的幽默，他從不催稿。哦哇哦。然後呢，你有稿子，他非常的開心。對，但你沒有稿子的時候，他也不會怎麼樣哦。嗯，好，沒有，那是代表說你離出版天書還很遠嗎？沒有，是因為他知道他催不得。然後有一天，他傳訊給我 ，OK， 他說：“你有沒有考慮過出國幾天去寫書？” zone， 對，一個 zone。然後他跟我說呢，根據他的經驗，你去個5天就可以了。去個5天，然後狂考。那因為我是會寫作人，只是我需要時間寫作。他就認為那裡去，然後那時候我還覺得他這個提議不怎麼樣，我還跟他說不用，我就一定可以每天寫2000字給你。然後我那一天跟 Peter 講，還是我出去深山一下。我覺得會有幫助耶，因為我發現寫書的流。因為我一直我跟你講，我在寫書的時候，對於寫書有新的體悟。我一直以為寫書的流跟寫好這樣，我為了寫書，我跟編輯很認真討論過，我要用什麼樣的章節結構來寫這本書。那因為我對書我認為它前後章節應該要互相的結合，很像你在看一個課這樣子。OK， 但編輯跟我說，這概念不是這樣子的。且他認為我根本不需要這樣想，我只要先把文字寫出來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就想說，好，那如果是把文字寫出來，我就是5萬個字配下去，一篇寫2000個字，大概就寫50篇，或幾篇這樣子。你數學它了？對，我就數學，我就說那可以啊，那你配下去2天寫一篇，能寫一篇，這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，這樣。然後就發現他有問題，後來我發現我根本沒辦法，我已經把全部章節的 chapter 跟就標題都有了，對，我就是沒辦法按序列寫，超奇怪。可是我想這件事情，我是按照序列想的。這跟我寫簡報是一模一樣的嗎？你說按照好序列，我什麼5大章節，每大章節有就是7篇，然後第8篇一定是什麼？我就想說我可以1至1、1至2、1至3、1至1至5，結果我想1至3的時候，1至4寫不下去，而且很詭異，我就是我知道1至4要寫什麼，但我就寫不下去。然後我一直在改1至4，後來我就放棄，我就跳去2至8，我就把2至8寫完了。然後這樣寫完之後，我就不知道交稿了。好，然後我就問他一件事，我說好，因為我現在處於整體不連貫式寫嘛，所以我現在很擔心的事情是我東西重複講了啊。OK， 他說這不是我需要擔心的事哦，因為他是編輯。哇、wow 他說你唯一需要的就是你把它寫完給我。OK， 對，然後你給他的生肉，對，由他去料理，對。Wow 然後因為我給他大標，對，好，那他跟我說，因為你的東西看起來很像在追連載。OK，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追連，就說如果你寫的時候你也是在追連載的話，那身為連載的人，你就需要把那個連載畫完就好了。OK， 對，然後剩下的你會說編書比較像是，例如說你會進一個，比如說你把它編成一個更精緻的版本，然後我們會去修裡面的畫，因為畫家在畫的時候也是，他不會進到精修，他在大的畫完之後，像那個誰對，宮崎駿也是，他畫完之後，下面人會去幫他做其他的事情，最後才會出現我們看到的畫嘛。但他說我現在就急着要最後一個，看起來就要很精緻，但這件事情是不合乎邏輯的。我要一直給他生肉，然後他會在生肉裡面，他會去判斷我現在狀態怎麼樣。然後 so far 為止，他認為我交出來的生肉，他都覺得很好，都還在他覺得我可以的 zone 裡面。所以他的提議就是你要去深山寫5天。那天那個泰勒斯旁邊有一個舞者，對，在要跳一首歌，但是那個歌本來全部都是女性，對，去做表演的，沒錯。然後後來他是一個男生，然後是一個 gay， 他跟泰勒斯申請了，他想要在那支舞蹈上面去跳那個舞，沒錯。然後呢，他就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，那個舞台其實是他的，
對，然後他每一個人都活在他自己想要的世界之中。對，那我逐漸就可以理解小金魚活在什麼樣的世界。什麼樣？就是他是一個可以在別人的世界裡面找到自己世界的人。對，所以好像他就很不需要自己有一個世界，你知道？對啊，這很省力，你知道？對啊，就等於說那個人把泰勒斯的演唱會當成他的演唱會，而且你知道那男的取代誰的位置嗎？我知道取代那個，就要取代午間的位置，很厲害，就是教泰勒斯就編完整個泰勒斯演唱會的那個舞的那個人，他同時也受邀成為泰勒斯的伴舞群。然後那男的取代那支舞那個人的位置，对，我覺得穿的是他的舞衣。我覺得他們很有整個團隊有很好的讓位文化。對，就 OK 好，你做這個事情比我更適合，那我這時候我就要把這個光給你，這樣。對，我覺得他們整個團隊有很好的這個文化，我也很喜歡這個文化。對啊，我們就是大魚策略啊，你知道大魚策略嗎？哇，你是真敢問，我是真不敢答呀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說，因為我跟 Kim 有一些很啊，反正昨天有一個我們的團隊的成員OK，他就問我，他說，因為我們很常在 podcast 裡面說，我們勇於 sync 全部的訊息，對啊，我們基本上無差別的在大群溝通，全部超無差別，我也不管這件事情彼得需要的，反正讯息一直發，彼得會知道自己需要知道什麼的。好，但他很喜歡私下問我問題。這個問完我問題之後，他得回到群組裡面去回報。對，那我昨天半夜就回答他問題之後，我就說 by the way，我提醒你，所有事情你都應該在大群裡面講。原因是因為這很省力。對，同意。對，就是你一講完之後，全部人都知道你現在進行的是什麼嘛。我說，而且你永遠不知道你有沒有 miss 掉任何的事情，所以其他的人會補上來跟你說，你這個思考方向是錯的。同意。然後他就說。那我發訊的時候，我會顫抖嗎？啊，他是身體有一些隱疾，是不是這樣？就是會覺得，因為我們很強調過度溝通。對啊，我們太過度溝通。那我覺得全部人並沒有真的很。但我覺得我很幸運的事情是因為我們團隊是一個非常安全氛圍的。我舉個例子，例如說我們這幾天我們一直在處理票務問題。好，那票務又有一個新的表格要填寫了。OK，那現在表格上面有一題非常非常的簡單，就是這個活動的名稱是什麼？哦，哇 ，OK，那個東西會印在票上面嘛？對，然後還有一個英文名字嘛？好，然後我就回去看了訊息，我有找到當時候我填上一次表格的時候，我 check 了這個的 formal 的名字叫什麼？對 ，OK， 所以但我又再問了一次，我說我想確認一下這個名字現在有沒有變？對 ，OK， 然後我就得到了新的答案。OK， 還好 ，God thanks， 還好我有問，我沒有得到一個新的答案。OK， 但這件事情就是我喜歡的過度溝通就沒有人會覺得說，那你他媽，你為什麼沒有去看一下那個圖上面現在在寫什麼？好，但是那個人他覺得他會覺得這個他問起來很可怕。OK， 他就問我，然後我就說我對於與團隊溝通的方法，我問過了非常多次。對，你喜歡什麼樣的溝通方法？然後我說，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很過度溝通，你覺得你太過度了，你怕大家會覺得你很煩，那你就問他們。我會告訴他你很煩了。有沒有覺得像你這樣？對啊，該扣的時候就會扣啊。對，然後我就說，然後我也會，我無數次跟 Kim 確認過說，現在的溝通強度怎麼樣？就是說我一再的說這件事情，你會覺得很煩嗎？不會啊。然後我就知道說，好，那我就一再說這件事情。因為我根本沒有記得過。對啊，永遠都在提醒。不是，我連思考這個事，我連1月要上課社群課的場地在哪裡，我他媽都不知道，好不好？然後我就說，而且你觀察，就是我們群組裡面的人是會說出自己比較喜歡的溝通方式是什麼。就說 Kim 就是一個需要無限次溝通，你永遠不用覺得說，哎呀，這個訊息4小時前發過，相信我。別想你講過之後他會記得。然後我跟你說，他說好的意思是正音
閱，對，不是 agree。Yes。所以如果你不確定他有沒有同意了，你就再問一次說，我想確認一下這件事可夠了嗎？可夠他會說可夠，不可夠他會再問你說。因為你真的要夠的時候，他就會給你要夠的答案。哎，你們蠻懂我的，剩下的時候充滿安全感。剩下的時候他都是賴打開 ，OK， 根本沒在幹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他會說不行。然後呢，如果你做了，你不知道行不行，你就問他。Oh my god！ 因為有些时候你的溝通很省力，就是啊，你講，我就不是，我突然想了一件事兒。你說你們要去拍那個團隊訪談啊？什麼團隊？就是我們那個，就是那個紀錄片要拍你們了。哦，你對，當初聽到 Ken 要上小巨蛋的時候，你的感覺是什麼？你看到泰勒斯第2集跟第3集，我有看，可以，是不是不錯？沒有，我覺得我們真要團隊要拍一下那個影片，我就覺得我覺得你每過100天拍一次啦，會很有趣。你讓我緩一緩，我現在還在創業大課跟他們那些火烤的東西裡面。然後我們還要一個什麼？等一下還有一個那個。你現在創業大課，我現在連新城資訊紀錄片我都放生了，你知道嗎？我們還有一個前導記錄，我們還有一個那個前導影片要做，就跟當初我們登月計劃做的前導影片是一樣。哦，我跟你講，我後來發现你溝通有個習慣，對，就是如果這件事情，就說一件事情結束了，如果這件事沒有爛到不行，有時候你很累，你就會想說先放着，然後這時候我如果自己去問，因為你很喜歡跟你沒有很喜歡的表情會不一樣， Yes. 然後每次我開始意識到你可能沒有那麼喜歡的時候，我就去問你，然後你覺得這個餐廳怎麼樣？不怎麼樣。哇、wow. 我跟你說這句話的時候哦，我怎麼這麼 fucking mean 呢？這句話的時候，他也沒有責怪你哦，他就想如實表達啊，你選的餐廳真的不怎麼樣。哦，這倒是。然後你就問他，說，那你下次吃一樣的餐廳嗎？不要啊，你就知道好像要換餐廳。就是我不會猜說哦，所以你覺得不怎麼樣，那我現在還要換餐廳嗎？沒有，我就直接問，所以你現在要吃一樣的餐廳嗎？我覺得這樣比較好。不要。我也覺得沒有，我覺得團隊做事的成熟度有到，對，就不用這麼在意那種情緒上面的小細節。對，然後如果找不到，我就跟你說，哎，我真不知道吃什麼餐廳訊息已經，我把你前面說過可以訂什麼，全部問過人就沒有。然後我跟你講超扯，那一天我們要找一個餐廳，然後因為突然加人，我的餐廳就突然不行，然後就狂找，但我真的餐廳名單超少，我要進他辦公室，然後我說，10天後那家餐廳。我現在找不到，超神！30秒之後，他突然接到了一個新餐廳的訊息。哦，對，他把那餐廳丟給我，他說：“你可以訂這個。”哦，我另外一個朋友剛開了一個餐廳，結案呢，是不是還不錯？我覺得還不錯。我又聽不懂你這段話是對那個 member 喊話還是？不是，就是說，如果你有，就我覺得這是群組。不是，我們下一集錄一個那個 if 你要跟我們一起工作 how to 好，下一集見，拜。這邊是登機前廣播，最後登機呼叫，這裡是機長 King 廣播。感謝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，本次航班編號 TK0701，將由台北小巨蛋飛往火星，時間是2026年7月1號正式起航。目前航班已經開放登機，請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機。提醒您，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證，不提供承諾結果，也不接受等我準備好再說的登機理由。如果您正在猶豫，不是因為您不夠好，而是這是一趟真正會改變你人生的旅程。再次提醒 ，VIP 登機門即將關閉。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，人生中有些航班錯過了就不會再加開。謝謝您準時登機，再會。